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国际不法犯罪盛行，台湾近年沦为诈骗之岛，相信不少朋友都有意识到，当前诈骗类的案件数量相当可观，不仅手法日益多元，连犯案金额都在变广，许多朋友身边都开始有亲友上当受骗。最近台湾又闹出一起新闻，事后更点燃网络舆论。彰化一名21岁女子担任诈骗集团收部车手，之后落网被捕，二审被判处1年2个月的徒刑，并获得缓刑4年。没想到在缓刑期间，这名女子又重操旧业，导致更多人受害。而处理此案的检察官罕见杠上法官，也说了重话：台湾诈骗集团犯案，检警一直抓，却遭到法院一直放，之后又判缓刑，这是让台湾沦为举世闻名诈骗王国的重要原因。要知道，在台湾司法体系的不成文规则中，检察官很少会公开杠上法庭，真要讨论，多半也是以个别案件为主。但回顾过往，针对诈骗类的案件，检警杠上法官，或甚至整个司法审判体系，这类事件并不在少数。而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：司法体系的轻重，真是台湾诈骗横行的主要原因吗？台湾刑事局最新资料显示，在刚过去的2023一整年，全台湾被诈骗的金额累计高达88亿7千万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还只是有登记在案的数字，真实黑数恐怕突破100亿。而诈骗案件前3大热门类型，分别是假投资、假网拍与解除分期付款。其中假投资已连续3年登上龙头，可对应上台湾民间这几年的投资热潮。由受骗金额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台湾诈骗的盛行情况已来到历史高峰。搭配上开头分享的这起案件，不免让人好奇，台湾司法是否真的轻重诈骗犯？我们同样先上数据，按照台湾法务部公布的数字，在过去将近5年内，全台被判有罪定谳的诈欺犯共约有7万人，但重刑3年以上只有355人，占比只约 0.5个百分点，其中更有将近40%被告都被轻判6个月以下的徒刑或拘役。而且这还只是宣判刑期，如果有假释、缓刑或其他的状况，刑期只会更短或甚至不用坐牢。相比之下，同在亚洲的日本却对诈骗采严刑峻法，不仅刑期远远更长，罚则更重，更会视整体案情严重程度，拉高赔偿金额或增加入狱刑期。事实上，我们上面报的数字还是多次修法后的结果。过往台湾对诈骗的追责量刑，几乎可说是轻如鸿毛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台湾刑法对诈欺罪的认定、刑期范围与法院最终审判结果都非常轻微。虽然先后经历3次修法，现行法规仍相对宽松。按照现行刑法第339条，诈欺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。即使增订了339条之4，加重诈欺罪，也只将本刑增加到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。台湾司法与其他国家对诈欺态度的不一致，衍生出许多荒谬的名场面。台湾警大教授、国民党立委游玉兰就曾表示，前几年轰动一时的肯雅案，整个诈骗集团有破百名成员，其中数十名台籍嫌犯，原本要被遣返中国时，都曾吓到面如死灰。而当后来听到可以回台湾后，这些嫌犯都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台湾的诈欺判得很轻。这还没完，时间拉回2011年，当时台湾刑事局联合多国警方，在中国、柬埔寨、印尼、泰国与马来西亚扫荡跨境诈骗，合计逮捕598人，其中400多人来自台湾。当时台湾当局首度包机，将台籍嫌犯押返回台，成为著名的台湾版空中监狱，并创下单一案件羁押人数最多的纪录。然而，在风头过去以后，这批集团的犯罪成员经过审理后，只判处其中少几名嫌犯10个月到1年半的刑期，不少的罚金只要2到6万不等。这也难怪，当诈欺犯在台湾被捕时，几乎不需要付出多少犯罪成本。由于跨境扫荡诈欺行为多半要由多国检警联手进行，因此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的判刑，自然成为合作国的关注重点。而台湾的轻判轻重，也带来相当沉重的国际压力。此后，台湾虽然多次修法，幅度却相当有限。更重要的问题在于，尽管检警努力追捕成员，但交到法官手上后，却往往被轻放轻纵。
像开头提到的这次案件，这名21岁的女车手犯案后被轻判缓刑，不用坐牢就能立即重操旧业，骗了更多受害人。类似事件不断在台湾上演，这凸显出一个重点：台湾司法与诈骗的问题似乎已跟修法没有太大的关联，因为第一线的法官最终总会轻判。台湾媒体新新闻就统整了法务部的统计数据，结果显示，在2017到2021年间，被法院判决有罪确定的诈欺犯共有69741人，其中3%被判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，判处1年以上未满3年者也占了将近30%，而判处3年以上者5年累计下来只有355人，占比连1%都不到。为何台湾诈欺判刑普遍过轻？细看这个问题，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真相：台湾不只是诈骗判得这么低，就连其他的刑事审判都这样玩。其中法官也不是刻意要包庇罪犯，一切都源自这座岛屿的法院传统，也就是所谓的法官量刑惯例。根据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江长志的说法，如果在欧美国家，他们法官在审酌刑度时，通常都从最高刑度往下减，但台湾却是从最低本刑往上量。即使符合修法后的加重诈欺罪，也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的量刑范围，这时台湾的法官多半会从1年2个月、1年4个月开始往上加，除非恶行特别重大或有其他特殊条件，才可能大幅往上加重。有鉴于此，许多诈欺犯早已摸透规则，他们清楚明白，当落网被捕后，在检察官那关就想办法努力狡辩，等到送进法院后，他们再诚恳认罪或是开脱关系，让自己成为帮助犯，以此交换较轻的刑度。最终的结果，每个诈欺犯的刑度都很低。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，台湾的司法体系不仅对诈欺如此，就连所有其他的刑事审判都采取这样的原则，累积数十年的判例，形成一个难以撼动的法院传统。而个别法官为了公平对待每位被告，就只能服从这套游戏规则。我们接着来看看法官的说法。撰写多部著名法律书籍的台湾高等法院林梦煌法官，他就曾解释第一线的实务经验。林梦煌表示，当前台湾法院审理的多数诈欺案件，落网的大多是车手、取部手或交出账户的帮助犯。即使经验丰富如他，在法院多年都还没审过首谋。而在整个诈骗集团的体系中，这些上法院的犯嫌多半都是恶性较轻的人，不少是年轻人、失业族，有人受到疫情影响，经济不佳铤而走险。虽然确实是罪犯，但考量到涉案程度等实际情况，加上前面有大量判例压着，法官们多半很难做出重判的决定。总结来说，台湾诈骗横行，这是真的；落网的诈欺犯普遍获得轻判，这也是真的。即使过去数次修法，小幅上修刑度，仍无法体现在实际案例中。这一切背后的问题，在于台湾整个司法系统早在过去数十年间，成就了惯性轻判这个原则。而法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，就是维持一贯的公平性。种种因素互相影响，造就了现今的结构性问题，无法透过单一环节的改变，就起到立竿见影之效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，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拜拜。